照片是你吗？是我。是吗？是。那时候我还很瘦。这叫不是你。你说他不是我？不是。我说他也不是我，这根本就他妈不是我。这明明是我。大家好，这里是袁某人。S14的世界赛终于要拉开大幕了，紧张刺激的瑞士轮将要在10月3日正式开打，酝酿了一整年的 S 赛终于又要来了。希望这届 S 赛不要像主题 MV 一样让人难以言喻吧。那在 S 赛正式开打前，自然少不了版本方面的分析，所以本期的赛事周报将为大家准备最通俗易懂的 S 赛版本解读，帮助没有时间看比赛或者跟版本的观众也能够快速的知道当下的一个情况。同时，我也会简单的跟大家聊一聊这2天入围赛有趣的地方。在开始版本解读前，我需要再次阐述瑞士轮赛制和过去小组赛赛制的区别。小组赛制看似有6场 BO1 需要打，可实际上争冠级别的队伍小组赛的对手一般就1个，也就是说只有2场 BO1 是压力比较大的，而剩余的时间可以去研究其他组的队伍或者研发自己的东西。比如 S11的 DK 就是首轮先掏出了软辅，然后打出了很好的效果，从而引领了版本。当其他队伍在练软辅的时候， DK 已经进入到了我做没有软辅时的准备了。当然因为是长赛程，所以后续 EDG 能够不断的吸收进步，后面赶了上来。包括 DRX 那年和 T1 也是在后续的版本中不断练习，完成了对版本的熟悉和掌握。也就是过去的小组赛制只要你苟得够久，专项训练做得好，你能打到最后，那队伍的英雄池都不会有太大的差距。可去年瑞士轮版本迭代出现的时间很晚。去年在 T1 觉醒前，统治力最强的无疑是京东。瑞士轮它是光速下班挺进淘汰赛的，当时大环境的理解也跟京东类似，就是以中期团战为主，对前期线权对速龙都没有那么重视，下路更是狭路与卡莎。而京东什么时候开始感受到压力呢？其实是8强战后，此时坚定自己这套没问题的 T1 已经完成了对 LNG 的零封，展现了统治力。而京东虽然是3-1击败了 KT， 但过程压力很大。此消彼长就开始怀疑自己的理解了，对上路权重的重新评估，让69一下子去捡起兰博，下路为了对抗 T1 也开始玩射辅去抢线，但此时只有不到1周的备战时间了，队伍一下子改方向太急了。在输给 T1 后 ，Ruler 其实在采访中就已经表示，他们已经意识到 T1 下路不需要那么多的限制，但他意识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이제 T1이 워낙 바텀 센픽을 좀 잘 하다 보니까 그거에 대해서 좀 견제를 많이 했었는데 너무 늦게 아는 것 같아요. 이제 딱히 견제를 안 해도 되겠다라는. 그래서 그게 좀 아쉬운 것 같아요. 京东为了跟上 T1 的理解，反而增加了自身的失误率，而走 T1 理解的 WBG 在决赛上更是 BP 全被猜中了。可以讲瑞士轮的赛制是比过去更难理清版本的。以往在小组赛第1轮或者第2轮就定下来的版本基调，队伍基于这个基调进行修正和偷师的过程已经完全没有了。每个队伍都要为进入下一轮拼尽全力，大家没有足够的案例去辨别谁的理解是对的，谁的理解是错的，你只有打了才知道。你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做专项训练，所以不要去追求所谓的版本答案，而是如何在版本里把适合自己的东西打出来。一个好的执行比找到所谓的版本答案更有价值。说白了，设计师能设计出这么版本，他哪有定制版本的水平没这个能力，知道吧？那我就说一下我对 14.18 整个版本的整体判断。在设计师用1整个夏天修补他们设计的机型环境后，目前的 14.18 总算可以说一句还算平衡了。这个平衡倒不是说真多百花齐放，而是最起码特别明显的 OP 角没有了。属于符合版本节奏的英雄呢，它数值不够强势，而数值足够强势的英雄其实不那么适应版本节奏。这2年能够上赛场的曾经的那些版本英雄，这次 S 赛都有机会上。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得从机型的夏季赛环境起源说起。很多人认为夏天 AD 中路的流行离不开 AP 野河的强势，可实际上即便 AP 野河不断被削弱，可 LCK 季后赛 14.16 版本中路依旧是 AD 射手的天下。传统法师一点屁不敢放，在 AD 射手即便被削弱成下水道了，对线强度已经远没有之前那么赖皮的情况下，为什么 LCK 依旧选择射手 AD 呢？原因还在于版本节奏的契合。这得提 MSI 的这则版本改动了，设计师加强男爵的伤害的同时，将潮虫和小龙刷新节奏趋近，打男爵成本更高了，意味着双方对男爵需要投入的防范资源更少了，队伍呢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去边线做事儿。而 AP 法师除了对线打射手吃力外，其实在边线单带端他没有做突破手的能力。就法师你很难敢去摸对面的2塔，基本就只能推线抱团或者归塔下受限，因为法师续航差，在赖边线和偷男爵的能力上完全比不上射手。可以说夏天的大版本就是中期很慢的版本，你打男爵风险高，可速龙又太慢，因为队伍前面重点都在潮虫嘛。
所以龙魂前就是有一段很长很无聊的刷边线的时间。所以明白这点，大家来看为什么我说数值强势的英雄版本节奏不合适，而版本节奏合适的它数值又不强势。首先 14.17 设计师对射手的续航是再次动刀，吸收生命力和迅捷一起砍。14.18 更是对迅捷步伐做了对远程的专属调整，甚至都专门点名斯莫德啦，打双人路可以，打中上不行。同时关键点来了，设计师却对法师3件装备做了相当程度的加强，卢登、影焰和风暴狂涌都是法师爆发性质的装备，所处的装备序列也都在前3件，可以讲设计师已经把我要把法师拉回舞台写在脸上了。同时呢，很多老牌法师也受到了小部分的加强，或者说回调吧，其中包括了阿里、瑞兹、慧这些老朋友，装备数值的受益者，塞拉斯啊、阿卡丽啊、妖姬啊这些刺客类法师在路人局数据已经比较喜人了。那这样硬抬中路就只会剩下法师吗？不一定。 AD 射手虽然数值烂了，但 AD 的中路可没有全倒，永恩是没有被动刀的，包括杰斯呢也得到了一些加强，永恩甚至还吃到了盾弓加强的福利。可以讲手法好的中单依旧还能出 AD 中路， AD 走边线就是比法师容易契合版本的，它有单带的可能性也更值得队伍养。中路线最核心的3个需求，前期线权、中期单带、后期兜底，那 AD 射手是最容易满足的。我其实偏向于 AD 射手还是会有，只是不会像之前比赛那样肆无忌惮，什么1、2楼直接抢这么夸张，而是得降低优先级，看阵容来了。而 AP 法师里最符合这个要求的是谁呢？其实是沙皇，可沙皇在 14.18 版本还被削弱了，定制削弱，沙皇又吃不到什么版本装备的红利，除非手法特别夸张，否则应该流行不起来了。法师的问题是前期手法不够好啊，不能安稳过渡到中期，那后面什么中期单带、后期兜底都是胡话了，属于很有可能为钱不图米的角色，就看 ID 看手法。而传统法师比如发条、慧、辛德拉这种能上只能上，但并不能完美契合版本的节奏，腿短带血能力略差，而小火龙、永恩这种 AD 中路也没死角，不能迅捷步伐不也能不灭嘛？所以没有过去飞机小炮那种我无脑出都不会错的中路了，得看搭配什么打野。我个人反而更看好节奏法师一些吧。这里得说一下鞋子的改动，设计师对鞋子的所有削弱啊，都是为了醋包饺子。那醋呢，就是那个水银鞋了，这样的价格还降属性，已经是很直白的告诉你不能再裸出了，性价比太低了，不能再是 AD 中路对抗法师的首选了。而丽桑卓、瑞兹这类支援控制为主的法师更有机会在前期起到节奏。如果队伍里是主打下路大河或者上路单带的队伍，是可以考虑在这个方面进行深挖的。所以 14.18 的中路生态，我个人觉得选手的熟练度反而最重要。再想像夏季赛那样无脑飞机刷钱等后期，不太可能了。从版本节奏的角度啊，很多人认为 Faker 会受益，但 Faker 在我看来更喜欢打那种版本万金油，从而给队伍争取更多的 BP 空间。而常规万金油之一的沙皇，我不看好后续的出场，而发条也不算 OP 吧，所以我反而觉得最开心的应该是 Showmaker， 毕竟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Showmaker 在 LCK 作为 AP 守旧派的代表，夏季赛还在坚持完 AP 的回报，总算是来了。 롤의 정수. 롤을 이렇게 막 이 뿌리 깊은 거를 옛날부터 이 과거부터 다투서 날 올려 과거로 거슬러 올라가면서 이제 이 리그 레전드라는 게임을 끝나고 나서 딱 들어가요. 아니 뭐가 있나? 그렇지 마. 그러면 결국 롤의 정수는 미드 뚜벅이 메이시. 从数值的角度来看呢，韩华和根基无疑是最开心的了。虽然 Zeka 和 Chovy 都善于 AD 中路，但他们玩阿卡丽这类能出版本装备风暴的法刺时，是能够做到像他们玩 AD 中单一样的效果，就是我对线不输刀，中期呢还能边带给压力，最后团战我也能兜底。在这套打法下，我最担心的还是小虎了，就完全不建议他去跟这帮年轻人硬碰硬，就想点对策卡可能效果还好一点，比如用冰女卡牌这种时代局的难处理，你半掉也行吧，硬抢硬玩在这个版本真没必要。最后我再推荐个辛德拉吧，我感觉蛮适合我们 LPL 这边几个选手。就辛德拉现在算是后期法和，前期对线能力弱了一点，但配合队友的能力，后期兜底抓机会也都不错，在对手先手比较少的阵容下，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 LPL 的中路其实整体还是偏节奏的，纯打运营不打架，对于我们来讲肯定是吃亏的嘛。当然，中路这条线本身就很难抛开打野来谈，只要有合适的组合，版本数值再差都能出。野区这块，莉莉娅的这刀已经是砍出了设计师的决心了，剩下能用的 AP 也就豹女、火男勉强能看看。打野里，魏、破坏王、盲僧这些战士都得到了抬头。整体看呢，野区其实相当平衡了，大家都很垃圾，都没什么数值和 carry 可言，大家都能凑合用。那此时呢，功能性就重要了，这也是为什么设计师能说出削弱脆神的逆天原因了。但设计师能说出这种逼话，也说明当下
野区的尴尬，C 不起来啦。就之前 AP 打野杰拉火男有段时间都属于无脑出不会错的类型，现在这种角色已经没有了，无脑出的角色自然就沦为了纯控资源的工具人。所以最近崛起并且很多职业哥在练的蝎子，应该会是功能一哥，够肉，机制也够强嘛。蝎子和主妹还有大树相比，我还是觉得蝎子牛皮。但除了蝎子略微冒头外，其他打野就属于妖魔鬼怪了。盲僧卫、皇子甚至小赵这些传统战士都有机会上，而大树、猪妹这些野区老帮菜也都没问题。但说实话，太熟面孔了，争论多 OP 也不见得，因为战士能抬头，不是说装备多好用，早逍遥一轮了，也不是本身数值多好，而是 AP 打野拉了，大家都垃圾，那哪个更好用，取决于中路大家的选择。我唯一觉得值得提的打野啊，是佛耶哥。首先 14.18 版本给了不少加强，佛耶哥一直以来的难点就是难收割嘛。AD 中路时代，即便上路去补 AP， 但射手主打的还是拉扯，队伍是缺乏爆发的。那没有了激活的客观条件，佛耶哥团战基本只能边缘 OB， 贡献很低。而现在中路法师的数值上来了，团战激活的条件有了，佛耶哥自然可以搭配很多中路出。优先级是我蛮期待的，像 DK 的 Lucy 的最近就玩了不少次。这个版本的打野里 C 是很难 C 的啦，比拼的核心是不要犯错。现在比赛节奏我看起来，不管是 LPL 和 LCK 的季后赛，还是这段时间的入围赛，都属于你打野做对的事情，收益不一定高，但你犯一次错代价就大了，属于宁可你什么都不做，也不能犯错的情况。中野这块除了滔博，我感觉适配难度都不会很大。小奶油应该是4个中路里英雄储备最少的，他的压力最大，而且即便他的招牌阿卡丽也有比他更猛的存在。好在版本节奏没变，他打现在的版本节奏是没压力的，主要是英雄池的扩展和熟练度的提升吧。我看了他玩了挺多阿罗拉、永恩和小火龙的，没问题，各个方面都试一下吧。而天呢，我更担心的是他的心态。这个版本犯错成本高，如果因为失误出了问题，影响到后面的发挥就不好了。那年的皇子惨案，我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的。打顺了一切好说，打不顺真怕一蹶不振。好在我看了一下天的 rank 记录，蝎子有在玩，战士几个选择玩的也不少，破败王也有练，应该不会有大问题。微博可能中野就要多花点力气，但如果他们走节奏中路，主打功能性，配劳赞的战士打野提速去养下路，感觉也有可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就目前英雄大环境里啊，没有飞机龙王那种兜底大 C 的角色，你纯滚雪球打节奏运营是能够杀死比赛的。而打这种滚节奏的最好方式就是控龙逼团。控龙这块微博在 LPL 4个队里应该是重视程度最高的了，这是隐性优势，就看能不能把握了。对于很多像微博类似配置的队伍来讲，中野决定了队伍的下限，可真正看上限的还得是下路。那下路的环境如何呢？很可惜啊，因为中路的连累，下路烂完了。ADC 现有的装备体系完全撑不起大 C， 无尽暴击的回调和穿甲没了巨杀，让曾经大后期无敌的 ADC 啊没了统治力。那前期利用长手优势多吃经济，提前接管呢？抱歉，被中路连累，海妖电刀属性都被削弱。ADC 在神话时期虽然脆，但一剑就能有点声音的时代也过去了。而且设计师啊没有要救的样子，反而是变本加厉。主流的女枪 EZ 艾希都难逃毒手，银雪剑也惨遭削弱。设计师啊甚至是预判性的削弱了维鲁斯。即便这样还嫌不够，他们还把炸弹人也削了一点。唯一没怎么挨的也就是进这种传统挂线工具人了。可以讲啊 ，ADC 这个位置，他们既无法提供一线套后持续提速的战力，也没法在3件套后稳定的兜底。那么 ADC 啊，在 S14 真的只能选被削弱的破烂了吗？我认为啊，并非如此。这里得提 S14 重新发扬光大的换线战术了。戳克真是罪大恶极。换线的价值呢，在于逃避，用前期少量的塔皮经济换取劣势组合发育的空间，避免了对手优势组合无限轮次的先推先动。没有换线的出现，稍微发力气偏团战一点的 ADC 都很难登场。那世界赛是否会有换线呢？设计师的答案是不给，而我的看法却是依旧会有。设计师是增加了防御塔的硬度，从而让主动换线方付出更大的成本，但换线的目的还是经验，亏几百块的塔皮经济换取上下2条路安稳过渡前几级，真的太值了，总比被打爆好吧。所以即便设计师已经在削弱换线，但有些阵容该换还是会换。在 LCK 的季后赛上，换线战术已经到了泛滥的程度。世界赛上当然会有所收敛啦，但我依旧不认为换线战术会彻底的走出历史舞台。包括入围赛也能看到有队伍还在打换线，因为现在换线其实是个很灵活的选择。比如说5分钟的潮宠，我下路有线权的一方提前换线上来，从而压制对方6级强势的上路。而这个时候你去换线，钢铁防线的 buff 也会失效，卡塔皮也会卡得很舒服。那设计师怎么断绝这种换线呢？
我知道说到换线，会有朋友开始担心碧瑶剧。放心，碧瑶剧过去有段时间在1级换线上确实处理的不够聪明，但1级换线在目前版本收益没有 MSI 那么大了。在中野对抗比过去更激烈的环境下，你亏不到哪里去的，何况也有微在呢。甚至反过来说，在面对下路难 C 的情况时，反而什么类型的 AD 啊都有出场的可能。比如对方拿个 EZ， 那我选个女警跟你对着推，或者说你拿个镜，我直接金克斯跟你打换线，这都是可以的呀。换线对我们来说不一定是坏事儿，当 AD 位冒头的是这种工具人射手时，反而更考验下路双人组的英雄池，更考验选手的灵性。当我们单论 AD 起来，发现无法围绕他去做阵容构筑时，下路选的组合更看重的其实是给队伍带来什么样的战术选择。这里我着重说一下金克斯吧，金克斯在14.18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目前路人局已经拿到了不错的表现，虽然肯定没有致命节奏加软辅时期 carry 后期的能力那么强，但如果能够安稳过渡前期，那后期还是能够得到一定保障的。过去金克斯这种英雄上不了场，不就是因为下路对线太卷了吗？基本2、3级啊就要被压得喘不过气了。但现在的环境，夏季在主流的 EZ 女枪都被削弱，唯一剩个镜，对线强度也不算特别高，加上你还能打换线，那金克斯我认为还是有潜力的，也符合像微博这样队伍的英雄选择。实在不行换线呗。下路的生态很大的程度在于中路把 ADC 的团战定位给抢占了，下路自然会越来越工具。可当中路法师开始崛起，打野可以作为工具人开团，那下路打工具人的这个标签，我认为迟早还是要被撕掉的。目前 ADC 从版本节奏来讲 ，carry 打和并非没有环境，只是缺陷在于呢没有位移，加上自身数值不够爆，所以容错啊相当低。好在现在这个版本应付的选择也很多了，日女强势了很多版本，世界赛前也是继续被砍。而我认为对于应付最重要的削弱是狂徒的再次调整。说实话，目前狂徒的触发条件已经不是辅助位的经济能够承担的了，在这点上是有利于 POK 阵容的，对根基这种很爱拉扯的队伍是很大的利好。和 carry 大和一样，软辅的身板在这个版本太过脆弱，但特定阵容下，像露露啊、改版后的塞纳呀，都是挺值得期待的。我对软辅加大和的这么一个组合态度是，更偏向于个别绝活的绝活体系，而不能成为主流。当然，版本主流也没用嘛，大家都考70分，不代表70分是满分。瑞士轮每个队伍都应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延伸出自己的体系，比如 T1 他就可以组，我下路就裸挂个金克斯，放辅助去游走，主打上半区，然后什么发条破坏王，最后宙斯拿个 counter 位去兜个后期，就这个阵容你一看也没什么毛病嘛。所以软辅像 LNG 这种队伍就完全可以尝试一下。真的，这个版本我真没有感觉特别 OP 的下路组合，如果有，那也应该是 ID 问题，而不是英雄组合问题。那上单在最近几个版本都没有太多的一个变数，主要是因为老黑这个傻逼英雄啊，基本把坦克位的生态给吃完了。而鳄鱼呢，因为超充的存在，自然肯定也依旧会是版本热门。但值得一提的是，武器在14.18得到了不错的加强，这个加强主要在操作上限上。武器在双射手版本其实还真蛮多队伍玩的 ，LCK 那边用的尤其多。毕竟在战略意义上，武器能够做到打团单带都兼顾，你只要手法够，对线不出问题，作用肯定是有的。我个人还挺看好这个版本上路的 carry 能力，就换线极大的强化了老黑这类不吃经济的工具英雄的价值。可目前的版本环境呢，换线只能说是备选而非常规选。在 MSI 时期效果拔群很大程度啊，在于当时的主流理解是打半区。就比如说我下路选要赢线的组合，那我上路就会选发育的来打，主打后期来 C。结果人家选个老黑一换线，两路就一起崩了。但现在这种信息差基本就没有了，上路该发育的还是能发育，下路极端对线组合也很少了。所以武器纳尔、青钢影在合适的阵容下都能上场，甚至和鳄鱼老黑能做一桌。控龙优先级低，B 男爵难度高，可以说版本节奏依旧会是在边路起节奏为主。所以有单带属性的上单，我认为价值就是更高一些的。这里说一下纳尔吧，他得到了挺大的版本加强，手法好的上路能够把这个角色发挥到 OP 的这个程度，属于是上单必会了。目前很多英雄随着版本的调整，已经是很纯粹的看手法决定上线。像阿罗拉上单会玩的价值就会很高，不但能够摇摆，打团也非常厉害。虽然阿罗拉已经被砍了很多刀，但也只是从变态被砍到略微瘸腿，实际上依旧能用的。但练不练这个英雄呢？这就是每个队伍的需求不同了。从数值角度，这个版本的阿罗拉达不到那种非练不可的程度。目前路人局的上单数值比较好的也就是剑魔嘛，但剑魔是矮个子里拔高个，比赛上剑魔的价值不算特别高，抗压不如老黑，carry 能力又看对面的阵容，队伍投资的价值不高，也不是很契合版本节奏。所以比起剑魔这种中庸战士，我觉得上路要么就走怪的阿罗拉、凯南、瑞兹，甚至吸血鬼这种 AP 怪招，把单带留给中路的 AD， 不然呢就走常规的 carry 战士，青钢影、武器、纳尔甚至杰斯都没有，你再去考虑剑魔吧。剩下的就是主流选择
择了，什么老黑鳄鱼嘛，像冰啊、宙斯啊这类选手，放心的拿 counter weight 打自己擅长的，这都是完全够用的。在 14.16 设计师削弱了复活时间，意味着你前期无法用 TP 来保证不亏经验后，上单不再是2条命。既然如此，前期能够快速滚雪球的英雄，设计师肯定是给的刀是比较狠的了。所以像兰博、凯南都遭了刀，上单不再有那种我先手出就赖一切的英雄了。如果有呢，也是更看手法和 ID， 比如纳尔武器嘛。当然说了这么多，似乎都是69这类抗压上路的利空，但这个版本好就好在啊，中野有很多起节奏能力强的组合，不再是什么莉莉娅配小炮这种前期对边路毫无想法的组合。在这种前提下，像奥恩、酒桶这种发挥空间就有了呀。何况69还有铁男、蝎子这种很老实的选择，甚至被削弱的兰博69也是可以用的。就别人选是为了压制 carry， 可69发育打团不被抓够了呀。这版本啊，兰博数值不支持前者，但滔博拿不但能够给中野腾出双 AD 的空间，还能够让69玩得很舒服。其实现在的上单环境，冰我完全不担心，杀就完事儿了。而紫卡这个版本呢，它的英雄池我认为还是会有惊喜的，比如上单阿罗拉，甚至吸血鬼，我认为它是有可能拿的。而呼吸大概率正手鳄鱼，反手老黑，偶尔纳尔一下再来个武器吧，基本就差不多了。69我担心就担心在他容易想不开去证明自己，去跟其他人比那种拼操作和 carry 的角色。当然这种英雄肯定得练一点，但69不能忘了自己的基本盘在哪儿，连体才是69的核心竞争力。就大家别觉得我是在嘲讽69，不是的呀。会养队友、会配合队友的上单其实真不多的，很多上单选手都是自闭小孩，纯自己打自己的。而69其实很会沟通，所以69可以偶尔玩点这种 carry 角色，用更好的上野配合制胜。但底库里那些什么奥恩啊、酒桶啊，不能忘。还是那句话，在版本下走适合自己的路才最重要。你真怕单带，69可以考虑练一手肾。版本刚加强嘛，换线抗压也合适，也符合69的定位。包括 Mako 也有在练，说不定还能上辅摇呢。Top 其实压力就在于他们的 counter weight 给不到对面什么压力，给奶油69都玩不出什么花来。但这个版本是可以解放一点想象力的，像最近 Mako 和 Jake Love 排位里打的什么泽拉斯加镜这种组合，如果合适也真的可以选。其实 14.18 版本每条路我盘下来，除了中路法师的装备数值略微超模，其他几条路都大差不差，属于是被设计师都砍断了腿，能活下来的呀都是很传统的赛场英雄了，怪东西不多。往届可能每条路都有1-2个 T1 来作为锚点，而现在大家都是 T3、T4 了，那就真的看手法了。没有明面上特别 OP 的角色，核心还是在于峡谷先锋消失、镀层经济的下调，游戏节奏被迫放缓，一些中后期发力的英雄有了登场空间。S14 世界赛给我的感觉啊，更像是 S12到 S13的杂糅大考，基本这2个版本流行强势过的组合，在这个版本都有说法。所以我说啊，要玩自己的东西，在版本里挑自己擅长的打法体系，不要因为别人玩的效果好就轻易动摇。像 MSI 大热的长手上单，其实这个版本也都是能玩的。瑞士轮是一个没法超理解的赛制，而能走到最后的，我认为也不是学别人打法的队伍，而是在自己的理解下把执行拉到最满，把失误率降到最低的队伍。那最后我们来稍微聊聊入围赛的一些有趣地方，虽然强度略低啊，但可以作为一些版本理解的参考嘛。而且乐子啊是真的多，跟我想的差不多，就每个赛区玩的英雄体系完全不同。首先第一场欧洲的3号种子 MKD 打越南 VKE 的比赛就很值得一提，虽然比分是很轻松的2-0啊，但打的内容和夏季赛确实差别很大。越南2号种子 VKE 简单讲就是骚粉当教练，带了5个小年轻组的队伍嘛，而 MKD 这个队伍的前身则是 Mad Lion， 队伍里有大家比较熟悉的 Alioya。Mad Lion 选的英雄其实就不算特别版本了，2把都选用了金克斯、辛德拉这种后期兜底的双 C， 然后呢还单挂了一个 AP 打野的豹女。有趣的是，阿里优亚在夏季赛豹女很强的版本，反而是完全不玩豹女，世界赛突然给你整2把，只能说水银学如此垃圾，玩双 AP 的中野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了，这有可能也是未来的一个突破点吧。而 VKE 虽然水准差太多啊，但版本理解还蛮贴合我们亚洲队伍的。无论是第1把的青钢影加发条加盲僧，还是第2把的鳄鱼发条皇子，都是法和加战士上野的思路，当然结果是很差的。毕竟啊，这个版本选发条做大哥，却还在那里出大天使，我只能说该输。这场比赛的价值在于2点，第一就是金克斯利用换线是成功逃避了和金的对线，拿到了不俗的发育，证明啊这个版本啊换线依旧能用。其次就是虽然 VKE 输了，但1把青钢影的带线实际上是有点无解了，就是在金克斯无敌飞，正面队友全是畜生的情况下， VKE 啊依旧是单带能够把局势给拖住了。要知道 VKE 的中塔被迫的是非常快的，但 VKE 呢却还能够靠边线把经济给守住，这就有意思了。就大家要明白一个前提，就是2队不是一个水平线，运营操作打团都不在一个档次。而在己方 C 位超大优势的情况下， MDK 却还在中期有点扎手。核心就是你既然要打换线，你就没法同时
控龙，而 ADC 这个位置你是很难独立去逼团的，你没有打团的理由啊，所以这点是很值得注意的。而第二场来自我们的老朋友 PSG 的比赛就比较有意思了，这场他们和 PNG 的 BO3 堪称顶级下饭，第一场 PSG 就翻车了，他们选了一个相当夏季赛的板子，小炮中路搭配版本工具王蝎子，然后上路拿线权的兰博，下路再一个瑞恩女枪，整体很团战，单带也有小炮，算是夏季赛理解里比较优质的阵容了。但 PNG 的这个巴西赛区的队伍应对也挺有趣的，两条单刃线都选择了更往后发力的永恩和武器，保证了队伍在单带端不虚，而下路更是掏出了我都快忘了的卢娜。就 PNG 的阵容前期是一点线权没有的，但 PNG 就是死死咬住速龙这一点，结果硬是拖到中期了， PSG 还真没什么办法。兰博现在数值是真不行了，前期给的压力没那么大，武器很舒服的过渡到了中期，那局面自然就翻转过来。PNG 单带有优势，手里还握着龙，在第一把就很轻松的完成了对 PSG 的碾压。可以说弱队打强队最好的策略确实是控龙了，因为只有手里有龙，你才掌握逼团的资格。好在 PSG 没有那么呆，第一把神游的 Maple， 后两把果断抛弃旧物，掏出了版本英雄阿卡丽。这两场证明了装备成型后的阿卡丽啊，在这个版本确实是足够 C 的，比起传统法盒，阿卡丽这样的法刺起节奏能力要好太多了。在后两把 PSG 投资更多资源在单带端后，其实 PNG 就没啥机会了。主要是最好笑的最后一波团，本来 Maple 已经送了反向100给，然后 PNG 是听牌龙魂嘛，结果5打4的团战居然被 PSG 反打了一波0换5。说实话，入围赛哥几个确实是有点幽默在的。直接到龙坑里面，太太在看到韦恩来到的第一瞬间，直接交出一个闪现，而且阿志在拖延对方双 C 的一个输入空间。危险到了！在意滚墙去抓一下辛德拉，这小龙，我比较关注小龙是谁的？看小龙有没有机会拿到？哎呦，最后还是由俊家顺利给拿到了。而第二天就出现了一个小爆冷 ，GAM 呢是没什么压力的解决了日本队。这场可以看到双方还处在 AD 中路的时代，区别就在于稍微拥抱了一些版本新贵吧，比如阿罗拉上单。主要是当时季后赛啊，全世界都进了阿罗拉，也不知道越南那边跟上没有。而第二场就好玩大发了，北美的100T 打拉美赛区的 R7，结果是被 R7爆冷给击败了。LLA 赛区啊，明年就没了，属于是最后一舞了。而且过程呢是相当有趣的。100T 的中路过去是 Chovy 的替补吧，他在 LCS 也是很爱玩 AD 中路的类型。那到了世界赛，他是顺应版本开始玩 AP 了。第一场呢也没问题，面对 R7还在那里玩滔博老一辈的阵容，100T 也是很轻松的赢下了第一把。结果第二把 R7来了一个梦魇关灯配发条的组合，这个组合团战效果是可以的。LPL 年初有段时间有队伍玩，后面因为中野对抗太弱就被遗弃了。结果呢这把真给 R7用这套给翻了。也可以看到这个版本啊，发条在出卢登风暴后打脆皮伤害是真不错的。100T 这套中路阿罗拉加猴子的团战阵容，其实我感觉伤害是差点味道的，毕竟数值被削的有点多了。我感觉阿罗拉走上可能比走中更合适。100T 第三把的阵容啊，更是复古威古斯、破坏王加金克斯的收割体系。理论上啊，100T 这个阵容相当好赢，因为对面的妖姬打威古斯其实蛮难打的。但还是那个问题嘛，这个版本转线很频繁，只要有契机你就可以换线，妖姬很早就可以去边路带线了。威古斯呢自己死2次后基本就掉线了。结果这把轮到 R7的中路开始秀了，妖姬各种秒人。这场你拿出来说也是想给大家看看，就是卢登加电棍的这套法师出装啊，在优势后威胁有多大。当然输出高，但也容易死。妖姬毕竟不是 AD 射手，可以无风险的把经济转化为输出，所以优势也是很容易暴毙的。所以这个版本真的很考验操作和手法，有自信法师类别的上限是绝对有的，无论是发条这类传统法盒，还是阿卡丽妖姬这类法刺。当然最变态的还是5楼自信维古斯 counter， 然后最后1-9收尾，属实是幽默了啊！你问我100T 的兜底大和金克斯打法盒怎么样，我只能给你看这个画面了。直接给大招血，金克斯死了。当然入围赛是入围赛嘛，强度什么的看看就行。从 BP 选择来看，大家确实也不知道新版本哪些真的是赖皮，加上14.19版本，也就是国服刚上的这个版本嘛，和世界赛差别很大。这个版本一更新啊，选手就只能通过训练赛来接触版本了，所以我更加认定大家很难达成过去像小组赛时期那样的版本共识，谁的东西更好，碰了才知道。那只能希望LPL队伍能够打出风采，打出水平。那我是袁某人，我们瑞士轮见吧，拜拜。